农庄里的第3只野猪妈妈成功的诞下了5只可爱的小家伙。赛迦爱不释手，高兴地把玩着自己养的鸡，把蛋生在了溪边的草丛中培养后代。而这从未见过的山货，你又是否认识是什么植物呢？新的一天来临，赛迦把原农庄收割回来的旱稻全都倒在地上的防水布上进行晒制，只要晒上个3到4天，等谷子干透，就能长时间的储存，或是直接脱壳，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大米饭了。晒完稻谷，赛迦给农庄内嗷嗷待哺的野猪们准备食物，把食物用山泉水进行稀释，到猪圈中把食物倒进猪食槽中，供野猪们自行食用。而猪舍中的位置不够，第3只的野猪妈妈只能在猪圈的角落中诞下了自己的幼崽。5只粉嫩可爱的小家伙抱团在一起探索着新世界。趁着母猪去吃食物的时候，赛迦开心地撸一撸5只小家伙，从小开始培养感情。现在农庄内刚出生的小野猪一共有了13只，已经远远超过了大猪的数量，做大做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赛迦给生完小猪的野猪妈妈开个小灶，补充营养。当然还有2头野猪妈妈也是不能落下的，都是为农庄做出大贡献的功臣。而就在赛迦给鸡鸭投喂食物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了母鸡把蛋都生在了小溪旁的草丛中，已经有10几只的数量，看来时间也是不短了。赛迦在鸡窝的顶上覆盖2片棕榈叶，好让母鸡在孵蛋的时候防晒躲雨，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忙完了动物们的事情，赛迦来到山上收集今天要到城镇上去售卖的山货。而此次这种花朵一样的食材，小编也是第一次见，也查了些资料，但还是没有查到这种植物的相关信息。有认识的老铁吗？之后赛迦再次的来到了芭蕉林采集芭蕉花。这些天的生意做下来，最为畅销的食材芭蕉花肯定也是要带上一些进行出售的。再说采摘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等摘了足够的芭蕉花后，赛迦在山上挖掘一些5指毛桃根作为此次出售的商品。虽然这种植物作为中药的药材，但用它来煲汤还是非常不错的，不仅能起到调理身体的作用，煲汤那也是味道一绝。等采集够了今天所要去集市贩卖的山货后，赛迦马不停蹄地往城镇方向赶。今天的时间来得晚，前2天摆摊的位置也已经被人占用了，今天只能选择在对面的路牌底下摆摊了，把自己带来的物品都摆放在编织袋上。才放下东西就来了第一位顾客，识货的小嫂子把所有的5指毛桃根都买走了，知道这是好东西啊。今天年轻的小老板娘也来到这边摆摊，看来来的也挺晚。接着来了2个老大姐，把所有从山上捡来的花朵都买走了，看来还是纯正的山货比较畅销。而作为前几天最为畅销的芭蕉花却留到了最后，但也没用多少时间，来了几波顾客就把所有的芭蕉花给买走了。毕竟赛迦卖的还是非常便宜的，然而在普通卖菜的摊位都是没有这种货品。赛迦卖完了所有带来的山货，也就收拾东西准备回去了。回去路过水果摊，也是买了些水果带回去。明天小慧也将从家里回农庄了。自己种植的各种蔬菜都到了收割的时间，女主人的到来减轻了赛迦的压力，到集市贩卖的工作交给了小慧。有了空闲时间，厨房墙面的搭建也提上了日程。新一天的来临，农庄内自己种植的大头菜已经到了收割的时间。夫妻俩把一些个头较大的大头菜都采挖出来，准备拿到集市中进行贩卖，把大头菜上已经变黄的菜叶都掰下来，如此不仅外表看上去更加干净，方便自己的出售，而采摘下来的叶子也能喂给野猪们食用，一点都不浪费。几只小野猪也开始吃上了菜叶，完成了大头菜的收取。2人要到自己种的一大片黄瓜地中采摘黄瓜，20公分左右长的黄瓜正好到了采摘的标准，而这也是赛迦在这黄瓜地中的第一批刚成熟的黄瓜。当然这接下来的几天中挂在藤上的黄瓜都将逐渐成熟，要尽快的进行销售。等采集完黄瓜后，小俩口又在黄瓜地旁的玉米地中采摘一些芥菜。虽然现在芥菜还没有完全生长开，个体不是很大，但也已经到了可以食用的时候了。由于播撒时的种子比较密集，采摘一些较为大些的芥菜对还在地里的芥菜有一定的好处，减少了吸取土中养分的竞争对手，有助于还留在土里的芥菜更快的生长。今天到集市出售的商品都是由自己种植的蔬菜。小俩口背着物品到了大马路上的岔口分别。赛迦将到山上收集搭建厨房的材料，到集市摆摊的工作就交由小慧完成了。来到市场的小慧把所有的食材都摆放在编织袋上，等待顾客的上门。而另一边的赛迦开始在山上砍伐竹子，用来制作厨房的墙面。竹子作为户外最常见的材料，它的实用性就不用太过介绍了吧。赛迦把砍伐好的竹子捆绑成一捆，然后往背上一扛，向着农庄的方向出发。在市场中的小慧也迎来了首批的顾客。刚从山上采摘下来的蔬菜格外的鲜亮，粗细刚好的黄瓜得到了2个小嫂子的选购。纯天然的有机食品，不管你怎么吃都可以很放心。2人足足把摊位上的一半黄瓜都买走了。当然对于摊位上新鲜的大头菜，2位小嫂子也买走了一些。便宜又新鲜的蔬菜又有谁不喜欢呢？贩卖工作非常的顺利的进行着。农庄内的赛迦也开始给厨房钉上固定墙面的横梁，而这次将不再把竹子平铺开来编织了，要直接的用细竹筒进行建造。
如此所需的时间就要更长。而在集市卖菜的小慧很快就把摊位上的所有商品卖完了，来的都是一些大客户。完成了贩卖工作，小慧收拾完东西打道回府，在路过卖小点心的摊位买了些带回去，给还在忙碌的赛家补充一点能量。沿着泥泞的山路返回农庄，回来后两人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吃一些小点心补充一点自身的体力。然而小慧也买了一些小零食给农庄内的狗腿子们尝尝鲜，当然这种小零食人也是可以吃的。等吃完东西，小慧给猪圈中的野猪们喂上一些大头菜食用，毕竟这些菜也是靠他们一把屎一把尿浇灌出来的，吃上一些也是应该的。之后小两口开始给厨房的墙面制作材料，把从山上砍回来的竹子锯成相同的长度。小慧把竹子表面凸出来的竹节处削平，接着直接把削好的细竹筒放进已经压上定位条的墙面上。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难，只是锯竹筒所耗的时间长一点。当然今天是完成不了墙面的制作了，这比编制起来的墙面可要慢上不少。忙碌的一天也即将结束。奥秘的原始丛林中抓捕小溪里的山蟹，在7、8米高的树上采摘芭蕉花和野生的芭蕉，拿到城镇的街上进行贩卖，以此来增加小俩口的收入。新一天的开始，一大早小俩口就来到了山上抓捕今天要对外出售的山蟹，但由于白天山蟹一般都躲在泥洞中或是石头底下，所以需要带上一把镐子方便刨挖。在小溪中仔细地翻找着石头，看底下有没有螃蟹留下的踪迹。当遇到泥洞时，需要用镐子来挖一挖。白天的时候，泥洞中一般都会有蟹老板在里面养精蓄锐，没挖几下，赛家就把手伸进浑水中摸索，抓到了第一只山蟹。当然在这丛林中资源肯定是非常好的，没有人类的活动，在这山上的螃蟹很少有天敌的存在。对于偶尔抓一次的赛家来说，每次来都有不错的收获。继续的沿着溪流一路的寻找上去，只要翻一翻大石头就会有山蟹入账。总体的个头还不算小，没花多少时间，小俩口就抓到了不少的数量，少说也有个5、6斤的样子吧，足够今天的贩卖了。之后两人来到一片芭蕉林中采摘芭蕉花作为贩卖的山货。由于普通卖菜的摊位很少有卖芭蕉花的存在，赛家这些天拿到集市中贩卖的芭蕉花一直都非常的畅销，所以小俩口还是决定采摘上一些进行贩卖。利用一根细长且头上带插枝的竹子，用力的在花朵根部的根茎上一捅，就能把芭蕉花采摘下来了。操作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难，没用多少时间就采摘了不少。当然一些长得足够成熟的芭蕉，小俩口也带上了一些进行贩卖。而这红色且较小的芭蕉花跟褐色又有什么区别呢？此次采摘的数量也不是很多，2串成熟的芭蕉和1背篓的芭蕉花，外加1袋山蟹，足够小慧一人背着去集市贩卖了。而赛家还要继续搭建厨房的墙面，依旧来到路牌底下位置，把所有背来的山货平铺在编织袋上。这段时间在这摆摊也跟附近的摊主熟悉了，一起的聊聊天，交流心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毕竟要长期在这里摆摊，邻里关系要搞好。庞大的山蟹大军立刻引起了小孩子的驻足。小慧见了也是好心的，把一只山蟹装进塑料袋中送给了小孩子。不多时，摊位就围上了一群顾客，开始挑选商品。青绿色的芭蕉还不能食用，要储存一段时间。小慧也细心的给顾客讲解储存方法。一旁的熊孩子对山蟹玩得不可开交，也不怕被夹到手。而后家长也是买了一串蟹老板回去。随着时间的过去，摊位上的商品也逐渐的减少了。对于从山上新鲜采摘下来的山货，一直都比较畅销。吃腻了平常的蔬菜，偶尔换换口味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很快摊位上就剩下一些红色的芭蕉花没有被卖出去，看来这种芭蕉花口感不咋地呀。小慧也开始收拾东西回去了。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忙碌的一天也即将过去。厨房的搭建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挖掘自己种植的木薯，采摘成熟的小柚子，农庄内的黄瓜也已然成熟，带上一些自己种植的芥菜，来到城镇集市中进行贩卖，增加自己的收入。如此忙碌又朴实的日子，又是不是你想象中的田园生活呢？随着咚咚咚的敲击声，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厨房墙面的工作仍在继续，赛家用野生的钉子把量好尺寸的竹子钉在厨房的上下横梁上，趁着时间还早先完成一些。而现在农庄的首要发展项目还是贩卖自己种植的果蔬，毕竟成熟了要尽快的销售出去，不然等老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而这厨房的工作可以慢慢的进行。小俩口再次来到了自己的原农庄，在搬过去的这段时间中，这里自己种植的蔬菜已然到了成熟的时间，今天也将采集一部分回去拿到城镇中进行出售。小俩口先是来到了种植木薯的斜坡上挖掘木薯，把生长茂盛的树枝拦腰砍断，方便一会儿两人的拔取。由于木薯的根茎生长在土表层，只要稍微的用锄头清理一下地面的泥土，就可以直接用手抓住木薯的根部往上拔，稍稍用点力就能把埋在土中的根茎整个拔出来，收取起来也是相当的方便。当然一些个头较为粗大根茎埋得比较深，
要靠小俩口共同的发力才能把它拔起来，也要用锄头的辅助才行。因为是自己种植的，所以相对来说木薯的个头也要大上一些。很快小俩口就挖了足够的木薯，把根部的木薯都从根茎劈砍下来进行装袋。今天小俩口打算多采集一些食材拿到集市中贩卖。装完了木薯后，小俩口开始采集已经逐渐变黄挂满枝头的小柚子。原农庄本来就是一处果园，种植了一些芭蕉、柚子和木瓜等果树。由于地势和资源的问题，赛家才搬到新农庄。当然，这般荒废状态的果园还是能够创造点收入了。等采摘满一箩筐的柚子后，小俩口背上木薯就返回新农庄了。回来后，先是给农庄内的鸡鸭喂上些食物，接着在农庄内把攀爬网上已经成熟的黄瓜全都采摘下来，准备一并拿到集市中进行贩卖。留几根粗大较老的黄瓜作为来年种植的种子。今天因为东西较多，重量也增加了不少，所以赛家也要一同前往集市中进行贩卖。既然两人一同前往城镇，小俩口就再次的来到了山上，收割一些芥菜带上。毕竟这种蔬菜没多少重量，也能给自己多一份收入，收割起来也比较快捷。把芥菜用竹条绑上，方便携带，卖的时候也可以按捆卖。回来后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好，准备下山进行出售。来到城镇已经下起了小雨，还是来到前几天贩卖的位置。小俩口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摆放在编织袋上。刚放下东西，摊位周围就围满了人，生意还是相当的火爆。当然卖的较为便宜也是火爆的原因之一。随着时间的过去，摊位上的物品也逐渐的减少，大多数的商品都快速卖了出去。而当摊位上的东西没剩多少，小俩口也不打算再等了，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毕竟农庄内还有不少事等着做。回来两人坐在屋前削了2根黄瓜吃了起来。这样的生活对于还在城市中打拼的你来说，是向往还是更喜欢现在的现状呢？农庄对面的斜坡上播撒下新的蔬菜种子，厨房墙面的工作也完美的竣工了，纯手工打造一张供2人睡的双人床。到集市的贩卖生意仍在进行着。新的一天来临，厨房墙面的工作也逐渐接近了尾声。赛家把厨房内最后面这层墙面铺上，整个厨房的大体就算是完成了。用最为传统的十字编法编制出2扇可内外推拉的竹门，这种门的制作方法在现在的一些老房子中还是非常常见的。赛家把2扇门安装上后，在厨房靠山坡那面的窗口外用木头钉了一个货架支架，再把锯成同样长度的竹筒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接着在平面上钉上2根用竹子制作而成的护栏，摆放物品时不易掉落。装完了这些，整个厨房的搭建也算竣工了。赛家用山泉水清洗一下刚制作好的货架平台，洗干净后，把所有的厨房用具都整齐地摆放上去，让原本狭小的厨房有更大的空位，也更整洁。而此时小慧也从山下的集市中归来，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和菜苗回来。小俩口先是坐在厨房门口吃上一个小慧从集市中带回来的西瓜休息一下，而后把已经采摘完大头菜的这块田地重新的清理出来，准备种植上新的蔬菜苗。把田垄上的泥土刨松后，小俩口把从集市中买来的菜苗刨坑种植下去。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老铁们认识这是什么蔬菜的秧苗呢？这要资深的老师傅才能认得出来吧。第一种小编是认不出来，而这第2种应该是番茄苗，大概是不会错。给新种植上的菜苗浇上生命的源泉，小俩口来到了对面的斜坡上，清理一下地面上的枯树枝和杂草，接着在斜坡上撒下希望的种子，以后能给农庄增加新的收入。忙完了这些后，赛家开始用竹子制作一张双人床。随着时间的过去，天气也逐渐的冷了下来，不能再一直的睡在地上了。当然作为房间中的家具，外表还是要光滑一些的。赛家把竹子青色的外皮全都削去，接着拿出木匠专用的凿子，开始在竹筒上凿出连接卡扣的孔洞。凿完把竹筒一根根的拼接起来，对于细节的把控还是要相当到位的。拼装好后，用野生的铁丝把床面上的压条捆绑结实，如此可供2人睡的双人床就制作好了。就这样的床，如果动作大一点，又是否靠得住呢？接着小俩口开始准备去往集市上要卖的商品，把农庄内还剩余的黄瓜都采摘下来，采摘完也可以种植一些其他的蔬菜。而后2人分开行动，小慧到原农庄那采摘一些芥菜作为贩卖的商品。赛家在农庄中编制竹篓，今天要带上几只鸡进行出售。因为农庄内用钱的地方还很多，赛家也只能忍痛割爱的出售自己养的鸡。准备好了所有商品，小慧背上物品出发前往集市，而赛家还要在农庄内喂养所有的动物。依旧来到一直摆摊的路牌底下，天气的转冷，人们都穿上了羽绒服。没多久就迎来了第一位顾客，挑选了一大袋黄瓜买回去。当地人的购买力还是非常大的，一买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买。也可能是小慧卖的较为便宜，没来几波顾客，摊位上的商品就所剩无几了，还剩下鸡笼中的鸡还没卖出去。随着时间的过去，鸡的数量也逐渐的减少了，天色也渐渐的暗了下来。再等了一会儿后，实在是没人了，
小慧也只好把剩下的2只鸡装进背篓，然后背着东西返回农庄了。自己在农田里种植的黄瓜迎来了大丰收，过于多的黄瓜投喂给农庄内的野猪们食用。用木板搭建一个平台，用水管直接把水从山上接到了厨房边。新一天的来临，小两口来到自家种植的黄瓜地里采摘已经完全成熟的黄瓜。枯败的瓜藤预示着黄瓜已然快要落实了，藤上的黄瓜也都剩下了一些奇形怪状的歪瓜裂枣。由于赛家种植了好几亩，所以剩下的残次品也是不少。但这也没事，毕竟农庄中养的动物也多，可以当做饲料来喂，也能给动物们补充一点黄瓜所带的营养物质。小两口把满满2箩筐外加1编织袋的黄瓜背回农庄，回来后把这些残次的黄瓜倒进猪食槽中，让野猪们实现黄瓜自由。当然，给猪舍中的野猪妈妈也安排上。如今前2只母猪诞下的小野猪已经开始吃食物了。小慧把黄瓜掰成小段扔在铁盆中。等喂完了野猪后，小两口拿上工具要去采集些干燥的芭蕉叶。随着天气气温的下降，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虽然越南属于热带，但昼夜温差还是较大的，成年的野猪肯定是不怕的，但有着小野猪的存在，就需要铺上点干燥的芭蕉叶用来保温，要细心的照料好它们，毕竟它们是农庄的未来，以后能否做大做强还得看它们发挥。采集了足够的枯叶后，小两口把背回来的芭蕉叶铺设在有小野猪的猪舍中，让它们在冬季中有个舒适的小床。忙完了动物们事情后，小两口再次的来到了山上，采集一些成熟的芭蕉和芭蕉花。每天下山的生意不能停，不然你3天打鱼2天晒网的会流失很多的老客户。这次上山采摘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只有小慧一个人下山到集市中进行贩卖，但分量还是不轻的。赛家把采集回来的东西修饰一下，装进篮筐，小慧去换一身衣服，而后背上所有的商品下山。赛家还要把山泉水引流到厨房旁，依旧在路牌底下的位置设下摊位，旁边同样是摆摊卖菜的摊主也会在小慧的摊位上买一些他们没有的食材回去。而另一边，在农庄内的赛家开始搭建平台，如果没有平台的话，水直接冲在地面的话，可能给你冲出个鱼池出来，毕竟水滴能把石头都滴穿了，在泥土中冲出个小水池就更不在话下了，当然也容易把裤子和鞋子弄湿。两边的工作都按部就班的进行着。等小慧把菜卖的差不多了，就开始收拾起来了。趁着时间还早，还要在集市中买一些日常工具和菜种回去。半路上遇到一个卖簸箕的小哥，买了几只大小不一的簸箕带回去。接着又到市场中买了一些日后要种的植物种子。等买完了东西，也就踏上回农庄的路程。而此时另一边，在农庄里的赛家也完成了平台的制作，拿上准备好的水管，来到斜坡上的出水口，把水管安装上。纯天然的山泉水是从山上的岩层中直接渗透出来的，非常的干净。在水管的入口处压上一块石头，防止杂物流淌到水管中。接着在水管的另一头连接上材质较为柔软的软管，接完之后再在水管的连接点压上一块大石头，防止管子移位。如此就可以把软管往制作好的平台那里拖，然后在平台上把水龙头绑扎在一根竹竿上。此时小慧提着买回来的东西也刚好从山下回来了，充实而又忙碌的一天又接近了尾声。在小溪边孵蛋的母鸡带着它的孩子们来到了农庄，给猪圈中的空地浇筑上水泥，鱼塘渗水的墙面一样的浇筑上水泥。家大业大的农庄安保就雇了8只。新的一天来临，先前在小溪边的鸡窝中孵蛋的母鸡成功的孵出了一群可爱的小鸡，给小鸡们喂完食物就要开始今天的劳作了。小慧拿着簸箕，把从山上采摘回来的野生花椒放在户外进行风干，有助于保留花椒的香气和风味。今天要给猪圈的空地浇筑上水泥，小俩口要把储存玉米的平台撤走，方便此次的浇筑。把装好袋的玉米放到赛家以前制作的狗窝中，正好是悬空的。把捆在平台上的布条用刀割断，当初搭建的时候非常的省力，现在拆起来也相当的快速。之后小两口用食物把还在猪圈中的野猪引诱到猪舍中，好为接下来的浇筑工作做准备。农庄内的野猪在小俩口的精心喂养下，个个都是肚子滚圆，全身是膘。再过些时日，生过第1胎的野猪妈妈即将迎来第2胎，野猪的数量也将往30头方向冲。等喂完猪后，小俩口开始清理猪圈中的杂物和一些大石头。浇筑前必须先把猪圈内的空地刨挖平整，如此才不会出现高低不平、有小水坑的存在。接着把准备的沙子一车车的往猪圈内送，在猪圈内进行搅拌，将不会浪费一丁点的材料，也减少运输的麻烦。把水泥都开封，准备开始搅拌，而这沙子和水泥混合才是这次主要的大工程。小俩口一铲铲的进行着，经过6小时不停的操作下，猪圈的空地成功的浇筑成了水泥地，而1天的时间也就这样过去了。眨眼到了第2天，由于鱼塘的渗漏非常严重，一直蓄不满水。这次赛家准备给鱼池的墙面也浇筑上水泥，毕竟鱼塘挖好也有一段时间了，
不运用起来哪来的鱼吃？而另一边的小慧则在斜坡上挖掘木薯，准备拿这些木薯到集市中进行贩卖。毕竟现在农庄还在上升期，投入的比较大，虽然卖这些的收入微薄，但也总比没有的好。另一头的赛家挖好了一条浅沟，开始把水泥往墙上砌，当然放水口也已经提前的留起来了。赛家用抹泥刀把墙上的水泥抹平，小俩口各司其职的忙碌着，为有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小慧采集了足够的木薯，做好了下山的准备。当然只卖些木薯是不可能的，赛家又在鸡笼中抓了2只鸡，毕竟下山只卖些木薯还不够来回的路费。抓完鸡，赛家就继续自己鱼塘的工作了。小慧换了一套衣服，背上要出售的货物下山。这次小慧换了一个新位置摆摊，刚把东西放下就围上来了一群顾客，生意也是相当的火爆。而小慧卖的木薯是15000越南盾1公斤，这到底是便宜了还是贵了呢？没过多久，骑着摩托的小俩口把小慧带来的2只鸡也买走了。2只鸡总共4.5公斤，价格是10万越南盾1公斤。这样的物价对于我国来说是高了还是低呢？算数好的老铁可以算一下。卖完了自己的商品，小慧来到了面馆，打包了2碗面带回去，省去了做饭的麻烦。回到农庄，把带回来的面汤和稀饭搅拌在一起，然后投喂给8只忠心耿耿看家护院的安保。喂完了农庄内的动物，小俩口也开始了自己的晚餐。在原农庄生过第1胎的母猪再次的诞下了7只粉嫩的小家伙。刚浇筑的水泥地已经完全干透，把所有的野猪放出来，场面壮观。鱼塘的工作已然接近了尾声，准备开始蓄水。而这橘红色带刺的瓜果，老铁们又是否认识呢？新一天的来临，一大早赛家开始了今天的劳作。因为现在有了小鸡们的存在，赛家也需花费点时间来把玉米粒给碾碎了，这样才能投喂给刚出壳没几天的小鸡吃。对于小家伙们的照顾，赛家都比较上心，毕竟新生命才是农庄的未来。喂完了鸡后，赛家用树枝清理接近鱼池的竹筒水管，让水流流得更大些，好把鱼塘的水蓄满。现在鱼塘中已经浇筑上了水泥墙，漏水的情况应该有了好转。在入水口的位置也堵上点泥土，进行日常的修缮，能有更多的水进入到水管当中。接着赛家又来到了鱼池中进行最后的修整，把浇筑水泥时挖出来的浅坑再重新的回填回去，一些较大的石块也全都挑选出来堆放到一旁，清理一下飘进鱼池中的枯枝烂叶，等蓄满水就没这么好收拾了。最后把倒在鱼池中还剩余的沙子都平铺开来，毕竟再拿上去可不轻松，平铺在鱼池中更加的方便，还能净化鱼池的水质。忙完了鱼池中的工作后，就等着水把鱼池给灌满。赛家背上竹篓，拿着工具到斜坡处去挖掘木薯。由于今天农庄内只有赛家一个人，也就不准备去集市中做生意了，到这斜坡挖掘一些木薯作为自己吃的食物。对于赛家来说，挖掘木薯还是比较方便的，只要用刀砍掉木薯的树干，握住树干底部用力的一拔，就能把埋在土里的木薯给整根拔出来了。没用多少时间，赛家就装满了整个背篓。回到农庄后，赛家选了些木薯进行去皮，作为自己要吃的食物。去完皮，把白嫩的木薯在山泉水中清洗干净，而后拿到火上蒸煮着。自己一个人，赛家就简简单单的煮些木薯当做晚餐了。空余的时间里，赛家把挖掘回来剩余的所有木薯去除外皮，将要把这些木薯进行风干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把去除外皮的木薯切成厚厚的薄片，这样就能更快的把木薯中所留的水分风干。把切完片的木薯分别放在4个簸箕中进行晒制。此时在火上煮的木薯也差不多了，赛家从火堆中扒出一些木炭来，然后把铁锅重新放在木炭上保温。因为时间还早，赛家打算先准备一些明天要到集市中贩卖的食材。背着竹篓来到老乡家，赛家看上了老乡家树上的木鳖果，打算买上一些到集市中进行贩卖，这次也要当一回2道贩子。然而采摘瓜果也是有一定难度的，2根长竹竿，一根绑着一把镰刀，一根绑着一个编织袋，要配合默契才能把瓜果成功的采摘下来。如果有一人失手，就会直接的掉在地上，而这也就失去了贩卖的价值。由于木鳖果的藤蔓都到了树梢，2人拿着竹竿一起爬到了树上才能采摘到。最终赛家采摘了8个木鳖果，小编也从来没见过这种瓜。据资料显示，吃这种瓜有保护视力、护肤、消肿止痛等等非常多的好处与功效。赛家把钱付给了老嫂子，完成了这笔交易之后，也就背上竹篓返回农庄了。回来又在自己农庄的菜地中收割一些卷心菜，作为明天对外出售的食材。把卷心菜外面的老叶子掰去，只留菜心，看上去也更加的舒服，方便到时进行出售。当然这些老叶子也不能浪费，可以投喂给猪圈中的野猪们食用。来到了猪圈，水泥经过几天的阳光暴晒，应该已经凝固了。赛家把猪舍中的所有野猪都放出来溜溜，毕竟也在猪舍中关了好几天。随着猪群队伍的逐渐壮大，看上去也非常的壮观。赛家再给他们投喂点玉米粒作为饭前的零食，等这一批的小野猪长大，那就变成了妥妥的野猪大户，实现了做大做强的梦想。吃完了零食，赛家给他们投喂上真正的晚餐。看着自己亲手养大的野猪再到生子，
赛迦也是非常的欣慰。喂完了猪后，赛迦把锅中煮熟的木薯倒出来，再亲手调上一碗秘制蘸酱，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晚餐。新的一天开始，赛迦带上把昨天准备好的食材，向着山下的集市出发。来到街上，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把自己准备的食材摆放在编织袋上，可供顾客们挑选。东西一放下就围满了顾客。上次小慧晒制的花椒尤其的畅销，这里卖出去了一部分后，人也逐渐走完了。赛迦收拾完东西，再次来到了路牌底下的摊位摆摊。现在街上的人还不是很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由于是昨天就准备好了食材，今天赛迦来的也是比较早。而随着时间的过去，摊位上的东西也逐渐都被卖了出去。而今天只有自己一个人，农庄内还有许多事等着赛迦去做。最终还剩几个木鳖果，赛迦也就收拾东西返回了。回去的路上，赛迦来到了一处养牛的老乡家。随着天气的转冷，赛迦要买些干草带回农庄，铺设在猪圈中，让野猪们有个温暖的地方过冬。回到农庄，赛迦把买回来的干草铺设在猪舍内外，野猪们也用鼻子给自己的床位拱得更加舒适。铺完了床，悠闲睡上一觉，体验体验。赛迦换了一件衣服，再次的来到了街上，走进一家专门卖零食的店铺，开始在店内挑选起了各种零食。大家可以猜一下，赛迦买这么多零食是用来干什么的？因为明天是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节日。满满的一背篓，外加手上提着一大包零食，完成了此次采购的目的。拿着东西返回农庄，回来后开始准备给农庄内的野猪投喂食物。白色还带有些许温度的米饭作为主食，加上纯天然的山泉水和些许粗糠作为辅食进行搅拌。如此，今天的营养餐就做好了。赛迦把制作好的食物倒进猪食槽中，嗷嗷待哺的野猪们也开始疯狂地抢夺猪食槽中的食物。所有的野猪不管大小都努力地往猪食槽中滚。然而猪舍中还关着一头待产的母猪，赛迦意外地听到了一声小猪叫，犹如天籁，让赛迦扔下桶就去查看。7只可爱的小家伙加入到了农庄内的野猪大军中。这头野猪妈妈已经在原农庄的时候生过了第一胎，现在小猪们的体型已经赶上母猪的一半大了。而有了这7只小家伙的加入，现在农庄内的野猪应该已经有30头左右了。这也让赛迦的养猪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也不是说说而已。